Hello Hello，大家好呀，我是小毛。上期小毛做了不想上班早日躺平的影片，既然有这么一个好的愿景，那小毛得为了这个不上班的想法做准备。所以今天小毛的主题就是普通人如何实现财务自由，优雅的躺平。财务自由是我们每个普通人都希望达到的，但一提起财务自由，很多人脑海里联想到的就是那些年薪百万的企业高管，又或者是出生就含着金钥匙的富二代，又或者是资产上亿的大老板。总之，财务自由跟我们普通人就不沾边，或者是这个词对我们来说根本就不靠谱。如果你是这么想的，不妨把这期视频看完。本期视频是从实际出发，探讨普通人是否有实现财务自由的可能性，从实际出发，实现属于我们普通人的财务自由。这期视频虽然不能让你一夜暴富，但是会颠覆你原有的认知，引发我们对财务自由这件事情的思考，保证满满的干货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本期的内容。既然咱们要去聊财务自由，那就要搞明白财务自由到底是什么。事实上，财务自由有两种含义，一种是绝对财务自由，另一种就是相对财务自由。所谓绝对财务自由，就是从整体社会的总财富来讲了。公认为是已经处于财富分配的中上层，不需要付出劳动，仅凭现有积累就可以维持很高的生活水准了。比如前段时间胡润研究院发了一份关于财务自由门槛的报告，一线城市实现入门级财务自由的标准是1900万，这包括了房产。看起来数字很大，但这个数字和前几年发布的几亿元的门槛来比，算是消费降级了。也就是说，就算降级了，按照这个标准，至少身价1000万元才有资格谈论财务自由。据统计，中国目前大概只有157万人达到这个标准，比例只有0.1%，这个比例远远低于每年高考考上985大学。这和绝对财务自由比起来，读考名校真的是一件不算太难的事情啊。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难以触碰到的一条线，也就意味着谈论绝对财务自由对普通人而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但是别怕，除了绝对财务自由，咱们还有相对财务自由，那就是咱们不再为了生活开销而努力工作的状态。当工作不是养家糊口的唯一手段的时候，就可以达到相对财务自由了。例如，一个工人家庭一个月的家庭支出2000元到3000元，那么他的被动收入有3000元就可以实现自己的财务自由了。如果他们有套房，能收到大于3000元的租金，那就可以实现他们自己的财务自由了。小猫对相对财务自由的解读就是，财务自由等于被动收入大于日常支出。简单来说，你的资产产生的被动收入必须至少要等于或者超过你的日常支出，这是我们普通人最渴望达到的状态。如果进入这种状态，我们普通人就可以称之为财务自由。所以，财务自由并不是有很多很多钱，多到几辈子都吃不完。那被动收入是什么？它区别于主动收入，它是不需要工作就能获取的收入，例如投资基金、股票、租金等收益。这里给大家列出3张表，分别是不同本金、不同年化利率可以达到相对财务自由的程度。首先，咱们得计算规划好自己每年要花多少钱。这里小猫就计算了，小猫和老 K 在2023年花费了9.3万元，这9.3万元包括了我和老 K 的房贷、日常支出以及小猫去医院看牙4万的支出。这样来看，其实小猫和老 K 每年花10万就可以了。如果按照年化利率2.5%的表推算，那么花10万需要500万本金才能达到这个水准。但是小猫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，怕10万不够花。虽然去年花了销9.3万，感觉每年得有15万的额度才能够有保障。
因为大家都知道通货膨胀，这会导致金钱的购买力下降，再加上可能每年会有一些意外支出，所以小毛制定每年花销是在15万。那每年花销在15万，年化利率是 2.5%， 那需要的本金就是700万了。也就是说，我有700万的本金，年化利率在 2.5% 以上，那就是实现小毛的财务自由了。但如果年化利率是 5%， 同样是每年可以花15万，本金却只需要。大家可以算好自己每年额度，对照小毛给出的表，可以发现，当你确定好每年花销最大额度后，变量就只剩下年化利率和本金了。那咱们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本金和年化利率了。如何拥有500到700万的本金呢？4个字，那就是开源节流。咱们就先说开源，主要方法有4个。第一，主动收入，就是咱们主业的工资。对于我们大多数普通人来说，打工挣钱是基本，普通人的第一桶金大多数来自于工作，这也是老 K 和小毛本金的主要来源之一。咱们可以计算一下，如果每年小毛存10万，那小毛至少得存50年。从25岁开始存，那小毛得75岁才能存够500万。大家听到这是不是有点心灰意冷呢？但是我们仔细想想，我们老了有这么一大笔养老金，不是一件很有安全感的事吗？想想比给孩子洗脑，让他们掏钱孝顺咱们，是不是更靠谱？而且这只是咱们攒本金的其中一个手段。如果咱们工作收入不行，那就找爸妈补贴一下。所以这就是第2个方法，家庭支持。就拿老 K 来说，他有1半的本金基本来源于家庭的支持，所以这大大缩短了他本金复利的时间。第3个方式就是搞零成本或低成本的副业，学习一些有用的技能，把技能变现，比如写作、拍照等，提升自己的能力复利。或者建立自己的产品或内容，比如写书呀、开博客呀、录视频等，形成产品复利。就比如小毛做自媒体，如果成功了，那我的副业收入可能远远超过我主业的收入。这里为什么要提零成本或者是低成本？因为咱们这是在积攒第一桶金，而且咱们是普通人，承担不起较大的试错成本，所以这里是不建议大家投大笔资金去创业，因为99%的创业基本都是失败告终。因此咱们尽量去尝试一些零成本或低成本的副业，或者你也可以去学习投资一些理财方法。所以小猫的第4个建议就是学习理财投资。这条建议试错成本比较大，但是高风险有高收益嘛。而且小猫家里有专业的基金经理，也就是意味着有专业的投资人士，这大大降低了小猫的试错成本。按照小猫每年存10万，然后之前是花50年才能存500万嘛。按照老 K 的最保守投资收益率是 10% 来算，小猫19年以下节省了31年的时间，一算自己那会儿也就4、5岁嘛，还很年轻。但是这个方式建议大家不要轻易采用，因为投资是一项很专业的事情，所以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定存在4大银行里面。你每年存10万，按照3年定存利率是 2.5%，33年也就有516万了，也是能省18年哦。开源说完了，咱们就说说节流。在生活中，其实有些消费不是必需品，那就千万不要碰。就比如我之前跟小姐妹聚会，我看她们都背 LV 啊、香奈儿那些名牌，那会儿我自己心里真的是会一边羡慕一边嫉妒，然后就会跑去给自己买一个。其实买完背完也就那样。现在想想那会儿自己其实就是虚荣心在作怪。在消费主义中，除了买本身带来巨大快乐之外，很多消费还有一些其他原因，比如通过消费来获得身份认同，或者就像小猫一样购买奢侈品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
消费者获得身份认同的具体表现有很多形式，就比如说下午茶就必须要喝一杯星巴克或点一杯20-30的奶茶，好像喝了这一杯奶茶就是中产了，自己就能跨越到富裕阶级了。其实实际上什么都没改变，还浪费钱，还浪费了时间。当我们仔细想想，这些消费都是不必要的。而且当我们平时买成了习惯，消费水平越来越高，一旦失业或者是刷爆了信用卡，就有可能无法按时还款，并且由于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是不可逆的，就是咱们常说的一句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，在不知不觉中就会掏空了自己的钱。咱们还是能省一点是一点，生活中节流的点太多了。小猫平时就有很多省钱的方法以及薅羊毛的攻略，如果大家感兴趣，可以关注留言，再为大家贡献出小猫的省钱小妙招。总之，普通人要想攒够退休金，那就得克制自己，不要超前消费，降低消费欲望，谨慎花出去的每一分钱。以上是说咱们普通人如何获得更多的本金。那获得本金的途中，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些钱呢？就是怎么合理安排这些钱，让这些钱不只是在银行获得一点点活期利率。那我们怎么安全的提高我们的年化利率？这里小猫为什么要提安全2个字？因为现在市场上有很多高收益的理财产品，可能一不小心就爆雷咯。我们普通人好不容易攒的钱，当然是安全第一。一旦损失，那又要延长我们的财务自由的时间。最安全的方法就是找4大银行的定期存款，这是最安全，当然给的利率也不是很高。找4大银行也是因为这2年有很多小银行陆续破产，资产放里面不靠谱，而且说不准把你的定期存款改成了理财产品。大家要知道，理财产品是不保底，而且银行也不承担亏损。我搜索了4大银行的定期利率，如果不是大额存单，存3年利率基本是在 2.5%， 利率一般，存20万以上的大额存单3年利率一般都在 3%， 别看只差 0.5%， 如果 3% 的利率，28年后基本就有500万了。虽然只多 0.5%， 但省了你5年的青春年华。这可以看出，利率越高，越能加快咱们财务自由的步伐，早日过上退休小日子。存银行定期是最保险的方法了，咱们可以拿一部分钱定期存起来，一部分拿来投资，提高咱们的收益率嘛。提高收益率的渠道有投资基金、股票、理财产品、买房增值或者收租金等收益。目前中国房地产的红利期已经在慢慢衰退了，大家想象以前通过买房增值的可能性不太大，而且买房的投入资金也是很大，说不定是要投进你全部的资产，这种风险很大，不建议大家把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。之前小魔就说了，投资是一项非常专业的事情，大家可以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，这点小毛就很幸运，家有一 K 如有一宝。在之前就给大家说，老 K 最保守的投资收益率在 10%， 关注股市的朋友应该知道，在这3年中国股市一直在阴跌，但是老 K 还是在盈利，虽然收益率没有 10%， 但也有 6%。那大家可能会好奇，那我为什么说老 K 最保守的投资收益率在 10% 呢？因为这是长期收益率，就是说不是每年都能达到1%以上。比如老 K 帮我投资了10年，在这10年的平均收益率是在 10%， 那这 10% 的收益率至少让我跟同本金的朋友快了30年的时间。大家是不是很羡慕呢？如果大家对老 K 的投资很感兴趣，欢迎联系我们。突然感觉有点像打广告卖产品了，不过真没有啊，大家自己甄别就好了。大家很难遇上像老 K 这样的专业人士，但也不妨碍咱们实现财务自由。其实定投基金还是很适合大部分人的需求，收益率比定期高，而且风险相对还好。
还有就是定投也是强制自己存钱省钱了。最简单就是定投指数基金，有条件的朋友也可以定投纳斯达克指数基金，长期收益率算下来5%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但是其他金融衍生品建议大家不要碰，虽然收益率高，风险也超高。就如前阵子雪球产品，好多人都被狠狠收割了，所以想获得高收益需谨慎。因此，想要实现我们普通人的财务自由，那就要不断积攒本金，获得较高的利率，那我们就可以给自己退休了。希望看到本期节目的朋友能够早日实现属于自己的财务自由，不再有财务焦虑。喜欢小猫的可以点赞关注哦，这样可以增加推荐频道的权重。拜拜。